老二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妈在你们家瘦了2斤4两，妈的脑梗就是在你们家累出来的。这2万块钱手术费得你们出。放你娘的屁！陈志国，你还讲不讲理？妈才来我们家几天，谁知道是不是在你家生病不给治啊？这2万块钱，你们家最起码也得出1万6。老二，这些年妈可没让你家受委屈，她养老金一共1894块6毛3，你们家交了945块03毛，你们家挣了多少年3块钱便宜？3块钱你也跟我计较？我看你家买那辆新宝马，指不定让妈给你们贴补多少。呸！妈给我们补贴，妈就是一个农村的小老太太，她兜里能有几个子啊？你们家的房子才是老太太掏了钱的吧？看他们穿的人模狗样的，还买宝马，这都不拿钱给自己妈看病。你们是没听见，刚刚大夫说这老太太是累出来的脑梗，关你们什么事儿？妈，有什么委屈您跟我说呀？是不是在老二家让您受气了？这钱是不是该老二家掏？妈，这你可得好好说。你在我们家好吃好喝，我啥时候让你受过气啊？妈，说话可得凭良心的。我想活。妈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谁不让你活了？妈，这话你可看清楚了，谁不孝，谁不想让你活。等你到了地底下，你别让他们家安生。陈志成，我他妈的是不是给你脸了啊？干什么呢你？这就是我养的2个好儿子，我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他们拉扯大，这10几年来帮了老大家用来管老二的，可他们连给我治病的钱都不想拿。你们别打了，这里是医院。吵什么吵？大夫，我们呢是病人的家属啊。你看我妈这么大岁数了，这手术能不能就先不做了？大夫，我们不是不想给我妈做手术，我妈她都60多了，不知道能不能从手术台上下来呢？要是这样的话，就先试试高压氧治疗加针灸疗法，但万一病情恶化，还得做手术。高压氧就是吸氧呗。嫂子，咱们老家山好水美啊，空气也清新，最适合给咱妈养病。老二说的也有道理啊。咱妈当年可是村里有名的孩子王，妈要是回去，这肯定有人会陪着您唠嗑，这比关在城里强多了啊！你们这是想要她的命啊！大夫，再这么说的话，我可要投诉你了。是你说的，这病得吸氧。我是说高压氧治疗有啥区别呀？不都是吸氧吗？我看你就是为了钱。好，我不管了。老太太，你有这么2个好儿子，你就自求多福吧啊！太不像话了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哎，妈，我们车上没地方，让老太太坐你们家车吧。那么大个宝马坐不下人，我真没开车。行了，别吵了。老二，你呢去租2、3轮把妈带回去。村里那个破路还得是3轮坐的舒服啊。我不走，我不能走啊！志国、志成，我想治病啊，我不想走啊！妈，村里氧气好啊，咱回村吸氧啊！不想回去，不想回去。怎么会有这种人呢？翠妈，我考上了，我考上清北大学了。好，蔡妈，我也是医学院，我终于能当大夫了。好。建东哥，我不上了，先紧着你。不行，我年龄最大，我晚2年再去，先打工供你。不行，建东哥，那可是清北大学，你不上不行。好了，你们放心，等我把这批粮卖了，你们就都有学上了。
妈，我们从小就没爸没妈，要不是你救济，我们都活不下去。娘，您等着，我们长大有出息了，一定带你过好日子。孩子们，好好学，扎下根。既然出去了，就不要回来。娘，你等我们，你等我们回来尽孝。快起来，好孩子，起来吧，孩子，快起来，起来。师傅，电视放这边，音箱也放到这边。妞子，跟你说了多少遍，别买电视，咋就不听呢？说了多少回，你不要叫我妞子。那咋了？不管咱在外面怎么样，在村里那都是狗蛋儿、妞子。不是说好了？哎，蔡妈的屋子我来搞，你一声不吭就把床头柜子买了。你这不是忙着给领导看病吗？我买了就买了呗。你一个上市公司的老总，看不上我这个大夫，凭啥你能花钱尽孝，我也能花？阿和，这3年我们找不到蔡妈，蔡妈到底去哪儿了？我听王奶奶说，蔡妈跟她的2个儿子去城里享福了，但是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见面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停车，停车！老太太，还行吗？哎，你们快瞅瞅，老太太吐的不行了，一会儿别死在我车上。老大，老二，我不行了，我晕得厉害啊！你们快送我去医院吧。妈，你可别作了，我们送你回村那是享福的，这马上就到了。要怪就怪你们村里那帮人太懒，这都多少年了，连个路都不修。哎，你们这群当儿子的咋这样啊？大哥，好好开你的车吧，就不会少了你的。造孽呀！儿子开着豪车，母亲在这遭罪。哎，老太太，你再坚持坚持啊！我开慢点，咱马上到，马上到。他们不修，咱修。蔡妈不回来，兴许是咱村的路不好，等以后路修好了，孩子上学也方便。对，联系一下相关部门，我让环宇旗下的工程队过来勘测，尽快把路修好。狗大哥，等路修好了，我带着医疗团队给咱们村的人看看。再，你看3轮车后面的老太太脸都吐白了。混蛋，开着宝马竟然把老人用3轮车拖回来。走，回村看看，看看是哪家的不孝子孙。这都多少年了，村里怎么还是这副穷样子？陈志国，这人都送到了，我们还不赶紧走？志国，咱有好多时间没回村了，你们就不能帮我收拾收拾再回去吗？妈，您就不能懂点事儿吗？我跟志成现在可是事业的上升期，为了您这点毛病，我们都请了1天的假了。是啊，妈，你知道我们请1天假扣多少钱吗？难怪你们村穷成这样，老的不知道体谅小的，小的不懂上进。陈志国，等媳妇儿，哎呀，咱们结婚前可是说得清清楚楚，你说你妈虽然是乡下人，但是最明事理。现在你看看，我还是在给你拖后腿。妈，你到底在做什么呀？啊，这些年我们对您够本了吧？妈，你不是村里的孩子王吗？一会儿我们走，你就叫你认识那些年轻人来帮你收拾收拾。啊，我们拿钱总行了吧？是啊，妈。你看老二多孝敬你，40块钱呢，在乡下40块钱能有好长时间了。妈，这些你先吃着，我跟老二啊得空回来看你啊。哎，妈，你知道婷婷家里条件好，最不愿意回村里，要是让她知道又得闹。我也先走了啊。白眼狼，
这是白眼狼啊！大爷，你这俩儿子，真是，我扶您进去。麻烦你了，小伙子，让你见笑了。这房子呀，好长时间没有收拾了。大爷，要我说，你在这俩儿子家里待着，都不如好好在乡下待着，最起码不用受这窝囊气呀。大爷，你家这么有钱呢？大爷，你等我，我再去拿点东西。要是让我知道咱们村哪家的不孝子孙，我非得扒了他们这层皮。我一直以为咱们村人心善，哪知道竟养出这种牲口。哎，你看，是他们。站住！乡巴佬，不要命了啊！还敢拦车？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你们是不是想碰瓷啊？下来！你想干啥？你是陈家村哪家的？我刚才看到后面3轮车拉着个老太太。臭娘们儿，要你管？一个乡巴佬还敢管我们家的事儿？我们是从市医院过来的，大夫告诉我们，老太太得了脑梗，需要呼吸新鲜空气。坐3轮车有什么问题？你们村里谁没坐过3轮车？荒唐！老人得了脑梗，你们不送去医院，还让他受颠簸，你们是想要老太太的命呀？说什么呢啊？我们把老太太带回来，就是为了要让她享受村里的新鲜空气。大哥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一群乡巴佬懂什么呀？你们到底是哪家的？你们把老人自己丢在村里，就不怕遭报应？哎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是吧？我们老太太60多岁，快70了，难道我们还要看着她下不了手术台啊？好了，老二，他们乡下人不懂这些，咱们跟他们纠缠什么？赶紧走吧。走！你们没把话说清楚，谁也不准走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环宇集团的项目经理，耽误我一天工作，你赔得起吗？就是，你们这些乡巴佬，天天没事干就种地，还有闲心管别人的家事儿。我看你们真是没屁嫌咯楞嗓子。你们让不让路？再不让，我们可就真撞了。我看你撞，我看你敢撞谁？就不信他们真不要命。我们是环宇集团的建筑队，今天来这里是要修路的。你们在这里闹什么？环宇集团建筑队。哎呦喂！我才认出来您是胡秘书吧？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！咱们环宇集团子公司的，是这群乡巴佬非要拦着我呀！混蛋！这条路是我们环宇集团准备修建的，是董事长为了报答他寻找多年的恩人的。你们也配在这儿闹事？好，我们这就走啊，这就走。陈总，建筑队已到位。这个村子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小胡一定要打起12万分精神，保证好工程的质量。是，陈总。去吧。也不知道那2个白眼狼是哪家的，这么一副瞧不起乡亲们的样子，我们村里怎么会出这种人呢？还好蔡妈去城里享福了。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。蔡妈把咱们几个养大，儿子想必更有出息吧。村里这2年变化真的很大，做点贡献也好。狗大哥，你看，门开了，是不是蔡妈回来了？走，进去看看。蔡妈，蔡妈，狗蛋，妞子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真的是你们吗？是，快起来吧！
蔡妈，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找你。蔡妈，您去哪儿了？这些年过得好不好？家里都还好吗？不行，不能让他们知道那2个不孝子。好，我过得好着呢。看，把这房子装得这么漂亮，真是太好了。要不是村里宅基地改造要有户主人的同意，我们几个早就把房子重新给你盖一个了。蔡妈，来。好。蔡妈，您坐。这沙发挺亮的，别让我坐脏了。蔡妈，您坐。啥脏不脏的？脏了坏了，咱换新的。这沙发能被你坐，是他的福气。蔡妈，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们刚才在村口咋没看见你？我呀，也是刚回来。我是从后村回来的。这次回来，在村里多住一阵子再回去，我们也好好陪陪您。你们工作那么忙，待这么久能行吗？你们生活的咋样啊？蔡妈，你放心，我们2个都有出息的。是啊，蔡妈，狗大哥现在是公司的大老板，生意啊都做到国外了。蔡妈，安和这丫头更厉害，现在是京海医院的最有名的大夫，找她看病的人都排到来年了。有出息的好啊，有出息的好啊！蔡妈，我们商量过了，想接您和2个弟弟去京海养老。一来呢，离我们近一些，有事儿有个照应；二来，我们2个也想好好尽孝。是啊，蔡妈，当初没有你和村里人的帮衬，哪有我们现在啊？妞子，狗蛋，我不跟你们去京城，不给你们添乱了。我在村里挺好的，你要是有真心，就帮帮村里的人吧。咱们陈家村的人呐，命苦啊。蔡妈，你这一路回来也累了，我扶你到屋休息一下。好。大爷，我给你买了点东西，够你吃好几天。嘘，你是？我们是他的干女儿、干儿子。哦，你是他干儿子、干女儿是吧？我可得说你们一下啊，他那2个儿子太不是东西了。刚才被拉进村的是蔡妈，真是群畜生！我要去问问。哎，妞子，蔡妈她可能不想让咱们知道。哎，老二，你怎么也回来了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回来干啥，不就是听说村里要发钱装修？我告诉你，这钱也有我的份儿。老二，你们把妈累进医院，我们还没有找你们算账，你们还好意思要钱？嫂子，你这说的啥话？我也是老陈家人，有啥不能分？再说，啥叫我家给累病啊？妈没去你家伺候孩子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吵了。这钱这地到底咋分？一会儿让妈说。你们瞧瞧，还说老太太没钱，这房子谁装的？陈志国，你是不是背着我给你妈钱了？说啥呢？咱自己家钱都不够花，哪会给她呀？这一定是咱妈背着咱们藏钱了。反正这家也得翻修，这些东西都得搬走，可别浪费了。哎，那家庭医院得5-6万，凭啥你拿？还等啥？抢啊！回头都让你家老二那个不要脸的给搬走了。老大、老二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不来，还不知道你在村里过得这么潇洒呢。也不知道他们兄弟俩私底下给了你多少钱。你这屋子里用的东西可比我2家强多了。
别搬了，别搬了，这是狗蛋儿给我买的，你们快别搬了。他们就是一群乡下人，哪来这么多钱卖这么多好东西啊？真的是给我买的。老二啊，咱们先说好啊，这东西一家一半。这是尺子，谁也别占谁的便宜。妈，你好好想想，一会儿这宅基地啊怎么分？老二，这音响啥的，咱都先说好了，到时候卖了，咱们得均分的。哼，别走！蔡妈炖的鸡肉啊，多少年都没吃了，我啊就惦记着这口呢。快点走，蔡妈一个人在家，身体不好，咱们早点回去。好。妈，哪点对不起你们？你爸死得早，我靠种地供你们俩上大学，你们结婚了，有了工作，我怕耽误你们工作增加负担，就到老大家带了10年的孩子，我又到老二家带孩子，我扪心自问，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们？你们俩快看我找到啥了！这村后山的地契，没想到啊，老太太在村里还有30亩地呢。还真是30亩地，还真是。大哥，要不咱把那30亩地卖给村里换宅基地去？他们村里人要地，咱们卖了要钱盖房子。我看行。不能卖，不能卖呀！你爸的坟就在那山上，如果你们卖了，让他可咋整啊？你们这一对不孝子，把地契给我，把地契给我，我要守着你爸呀！老太太，你别在这碍手碍脚了。老二，咱可都说好了，地契是我找到的，宅基地得多分给我们家点。凭啥给你们多分？我养了老太太10年，你们给她拿过啥？还给我，还给我！老头子，这俩白眼狼，他想让你在地底下的地方给卖了呀！松手啊！长兄如父啊！这地怎么分？我说了算。你松手！你没听过孔武让你呀？咱家我最小，就应该给我分多点。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妈，您把这地契给我。妈，您留着它有啥用啊？等留着带到地底下，还不如就给我们分了呢。这是你爸的坟啊！还等啥？讲啊！这以后环宇集团还不知道给不给钱。住手！蔡妈，干什么呢你？你这畜生，竟然要咬死你的亲娘吗？蔡妈，没事儿，蔡妈没事儿，没事儿。畜生，你们疯了！这些东西谁让你们搬的？你们差点咬死了生了你们养了你们的亲娘，还想把她的房子搬空，你们是不是人？你们打算让她住哪儿睡哪儿？我们拿我们家的东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多管闲事儿！这老太太跟着我们10几年，这老房子放这么好的东西有啥用？平白落灰啊！哦，是你们那天在村口拦着咱们的土包子，就是他们2个。哦，原来就是你们这2个乡巴佬，怎么
这会要跳出来，装什么正义啊？大哥，少跟他们废话，村长还等着咱们拿地基过去换钱呢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拿地基过去换钱才是正经事儿。我看你们谁敢！多管闲事的东西，老子今天就要你看看老子的厉害！住手！他是那狗蛋哥！什么？这是你狗蛋哥！你说他是谁？这是你狗蛋哥，这是你妞子姐。你们都忘了，你们小的时候，他们带你们下河去摸鱼去。哟，还真是狗蛋他们，都多少年没见过他们了。是啊，看他们这身衣裳，怕是在外面过得也不好吧？志国，这就是你说的咱妈在村里养的那几个孩子？是啊，咋了？真是恶狗闻着肉味就来了。我看他们是听说村里要给钱翻修房子，这才回村里来占便宜的吧？哦，你们以为叫老太太一声娘，我们老陈家的东西就能给你们一份？做梦！你血口喷人！哦，我说呢，怎么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了？原来要钱呢！说我们是白眼，不孝子！我看你们两个才是货真价实的白眼狼。乡亲们，你们来评评理。老太太跟我们在城里享了10几年清福，他们这时候回来，不就是为了老太太的1亩3分地吗？享清福？用3轮车把老太太从医院拉回来，叫享清福。蔡妈得了脑梗，你们不去医院看病，叫享清福。他陈志国为了地契，把亲妈一块肉咬下来，叫享清福。现在就跪下，给你妈道歉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哎呦，我好怕呀！我倒要看看你对我们怎么不客气。乡亲们，快来看啊！他们两个才是货真价实的白眼狼。乡亲们，我妈当年卖粮供他们上学，现在他们要回来跟我们争家产呢。陈志国，不要把人家想的跟你一样龌龊。我们回来是孝敬蔡妈的，根本没有想过和你们抢东西。看你们穷哈哈的样子，孝顺？你们拿啥孝顺？这几只鸡鸭还是你们身上这身沾了鸡屎的穷酸衣裳？你们，我看你们还是把自己的日子过明白了再说吧。你们要是真孝顺，就不会30年来音信全无了。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联系蔡妈，这次回来就是想接蔡妈你们一家去京海，好好的孝顺他们。哎呦，笑死人了！把我们带到京海，你们这种人还能在京海混得下去，真是笑话！我本来安排好了你们在公司的职务，也替你们买好了房子，现在看来，你们这2个白眼狼根本就不配享受，这份恩情就早该还给蔡妈。吴秘书，打电话呢，取消总公司预留给陈志国、陈志成的岗位。装什么装啊？你知道我们什么身份吗？一个乡巴佬还给我们介绍工作，你要是真想报恩，就拿几万块钱出来。住口！这房子里的东西都是他们给买的，你这个不孝子，还竟敢跟他们要钱！啥？你说这些东西都是他们买的？妈，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？啊，怎么可能会是他们买的？是啊，老太太，这个时候你可别装糊涂。谁知道这些东西是不是他们偷来的、抢来的？他们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们现在有本事。妈，要我看，他们就是冲着咱们家的房子来的。别瞎说，他们是有良心的人，绝不会这样做的。依我说啊，咱们今天就把这些地、这房子给分了，省得您到了地底下，这房子跟地再便宜给外人。蔡妈还在，你们就要分家？哎呦，这老陈家这2兄弟呀，这亲娘还活着呢，就想分家呀？咱们村怎么还出了这2个白眼狼呢？就是，你们瞎说什么？什么叫我们白眼狼？你们没看明白吗？这群人就是来忽悠我家老太太的，我们这是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，这不胡说八道吗？
妈，你说吧，这房子跟地，你想咋分？你们还是不是人？蔡妈得了脑梗，你们还要刺激她？我们不是人，我们养了老太太10几年，你们是人。她挣钱供你们读书，你们消失了30年，你们养过她一天吗？就是，你们说的清楚，有本事你们接走，你们养啊！你们这是要把我赶走吗？妈，你可别瞎说，你对他们2个是没生恩，但是有养恩呢。是啊，妈，他们2个不是喊您蔡妈吗？就光张一张嘴哄着您开心。我们2家那可是真金白银养了你10多年呢。听见了，妈妈，这说到养您不吭声了，还说要把您带到京海去享福，这不是为了房子来的，这是为了啥？他们就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们少说2句。我看啊，当年他们未必考上了大学，说不定啊，骗您的。老太太都这样了，你还不把房子地契交出来，等着他们骗你？是啊，妈，把东西给我和大哥分了，没准我还能念您个好。要是给他们俩，那可就说不准了，没准他们2个又要玩失踪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们养就我们养，你们给我从蔡妈的房子里滚出去！滚！要谁滚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我家，要滚也是你们滚。是啊，你们口口声声说照顾老太太，难道连住的地方都没有？就是，这自古以来哪有让干儿子养老的道理？要不是村长说发钱翻新房子，村里这帮年轻人咋会回来？你是不知道，这2天因为房子的事儿已经闹了好几场了，真是作孽。狗大哥，翻修的事儿，要不缓缓？狗蛋儿，妞妞，是蔡妈的错，蔡妈养了这2个好儿子。老头子，是我没有把他们2个养好，让他们2个是现在这样自私的样子。妈，你要说自私，我可不应啊。那咬您的是老二，跟我有啥关系？陈志国，你好意思说你没抢？你在这装什么大尾巴狼呢？你要是不想要，我要。后山的地都给我，我拿去换宅基地。你这地呀，1家1半啊，谁也别想占谁便宜。我活着一天，这房这地我就不会分。妈，你可想好了，现在我们还能念着点你的好。今天你要是把他带到棺材里去，那以后可就没人再给你送终了。你个不孝子！不孝子啊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刚刚村长说了，环宇集团说村里翻修房子的钱不发了，具体什么时候发，要等通知。啥？钱没了？今天那俩小兔崽子让你们见笑了。蔡妈，这个事怨我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我没想到人性的劣根性竟这么……蔡妈，你跟我们回京海，你那2个白眼狼，你搭理他们干什么？是啊，蔡妈，我们一直拿你当亲妈看，亲妈跟孩子们住在一起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妈知道你们俩孝顺，心眼好，可是妈不能跟你们走啊。蔡妈，这世上哪有干儿子干女儿给养老的道理呀？妈知道你们现在有出息，妈也盼着你们出人头地。妈养活你们从来都不图回报。蔡妈，我们知道，但是陈志国、陈志成他们2个，我怕。牛子啊，妈跟你们不一样，妈一辈子都靠着地来刨食，
妈和你爸养活你俩和那俩狗崽子，我得守着你叔啊。蔡妈，你先好好休息，好好休息啊。走。狗大哥，这咋办呀？咱们的假期也时日不多了，咱们一走，蔡妈指不定被那两个小兔崽子怎么欺负呢？不然我们直接把蔡妈拉上飞机，等到了京海。不行啊，不情不愿的把蔡妈拉去京海，就怕老太太着急上火病一场。这不行那不行，你倒是想个办法呀。要不给那两个小兔崽子一点教训，让他们狗咬狗。鉴于近日来村内因宅基地产生的子女与父母的纠纷问题，这是啥意思啊？哎呀，意思啊，就是给各家各户发个表，宅基地拆迁款有没有子女的，还要看这个表打分合格不合格啊。哦，咱们村那几个啊，因为宅基地闹起来的，尤其是蔡淑芬他家，这回啊，我看他们还咋分家？这个环宇公司呀，还真有意思，还要按校评分分钱，真行。走吧。老二啊，你说这环宇集团到底是个什么意思？谁知道，这规矩我也是第一次听。你想给谁打分高，听天由命吧，我就不折腾了。哼。志国，这可不是一笔小钱，我才不信老二家不争取。这老二啊，还想让我放松警惕？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您看这个好不好看？好看对吧？妈哎，你看，我们给你买啥了？妈，老大带的肯定没我的好。你看看我的。你们来做什么？我来看看妈。你凭啥拦着我啊？那天是你们说的，蔡妈留给我们伺候。这怎么又吵上了？蔡妈，你就好好看电视，有啥事儿啊？有狗蛋哥呢。牛子，说别让他们吵了，怪丢人的。蔡妈，你放心，打不起来。哎，狗蛋哥，你不是说蔡妈以后咱俩尽孝？这两个畜生来干什么？撵出去！看见了没有啊？现在村里按评分算钱，这俩死穷鬼是赖上咱妈了。蔡妈，幸亏啊，你脑梗发现的及时，我每天给你疏通经络，很快就能调理好。这段时间啊，你吃点清淡的。妈，快看看我们给你买了啥？这是志成早上特意去早市买的排骨，你看看可好了。妈，是我不对，我不该咬您，是我混蛋。志成，你知道错了就好，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了，你得体谅一下我们做老人的，那毕竟是你爸的坟。是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妈，前几天的事儿我也说志国了，自己亲妈怎么能往外推呢？妈，我就是生老二的气，一时口不择言。你看，您在我家10来年，我啥时候让您受过气？你们这是？妈，我们这次过来呢，主要呢，就是给您赔个不是。妈，咱们家打分表在哪儿？我把今天的分记上。是啊，妈，打分表在哪儿？可别忘了呀。怎么，你们回来孝顺老人，就是为了打分表？啥打分表啊？妈，你不知道，村里说了，月底呢按校发钱，打分表在哪儿？我买这些排骨可花了我不少钱，咱得记上呀。妈，
你放哪儿了？我原以为你们是真的知道错了，没想到你们归根结底是为了钱。这钱我就是捐了，也不能给你们两个小兔崽子。滚！从我们家滚出去！妈，你说啥呢？啊，这该赔礼道歉也赔了，这志成把自己的脸都扇肿了。妈，面子跟里子我都给你了，你怎么还要撵我们走呢？撵你们走？不打死你们，就算给你们留情面了。村长要拿那个评分表，是让你们真的去孝顺自己的爹妈。你们倒好，拿着评分表的条条框框去装孝顺。蔡妈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咱不跟这帮小犊子置气。原以为你们两个小孽障明白了我和你爸的不容易，原来说到底你们只是为了钱。妈，你个小老太太，你不懂啊！我跟志成好不容易在市里扎了根，现在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，那我们有钱，我们也孝顺你。是啊，妈，同样是当妈的，看看人家县城里的。妈，我说话不好听，要是你和爸年轻的时候努力，你家这俩儿子也不会因为个破宅基地闹得你死我活。这不是还有人在这儿等着分钱呢吗？妈，你当真以为他们在这儿只是为了孝顺你？你们蔡妈，不好了，蔡妈脑梗更严重了，要马上手术。妈，哎，妈，你咋了妈？妈，这到底咋回事？这到底咋了？你妈脑部肿瘤异常，大夫说今天必须要做手术。哎，不说了，我得去给你妈办理手续了。妈，谁是蔡淑芬和王美云家属？我是王美云家属。县医院的承载能力有限，王美云的病情较轻，我们建议你们转院治疗。凭啥不给我妈做手术，要给蔡淑芬？蔡淑芬病情严重，王美云完全可以支撑到转院结束，你们抓紧联系医院吧。不行，先让我妈做手术。陈志国，你让老太太转院，去其他医院。到底是我妈呀！要是万一，你跟我闹废！我告诉你，陈志国，今天要是不给我妈做手术，咱俩就离婚。到底是我亲妈，我哪能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她死了？是啊，嫂子，那也是你婆婆，你怎么……老二，老太太一门心思要抱着那些房子地契，这次老太太要是没了，这些东西到手，我们两家平分。我们家治国绝对不会给你多抢一点。你，医生，蔡淑芬家属，你们可想好了？蔡淑芬病情严重，万一在转移途中……大夫，我求你了，快点先手术，我们定了，就让蔡淑芬转院。你们，医生，快点吧！等等，先安排蔡淑芬的手术，王美云即刻转院。你做手术？你一个乡下人，有啥本事做手术啊？我是京海人民医院的安和，现在我接管手术室，请给我配备相关的医护人员。您就是安和安主任，好，我马上去给您备胎。一个泥屯子也敢给我妈做手术？老太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一定不会放过她。这次可别怪我，我是让老太太转院，是她非要让人手术的。你们这群畜生，就为了一块宅基地，几亩后山的田，就要害死自己的母亲。你们要是真有本事，就让老太太转进市里的医院。我妈要是真让牛子给治死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们要是真有本事，就让老太太转进市里的医院。我妈要是真让牛子给治死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那还是不用你们费心了，牛子一定可以把蔡妈救下来的。志成，要不还是
安排妈转院吧，万一真出个什么事儿。哥，要是真出了事，就让他们赔钱。钱，就知道钱。你们可知道，有亲娘在，家就在；有亲娘在，就有底气。妞子，咋样？蔡妈情况比较严重，需要家属签一份告知单。哥，这人咋就不行了？是你，就是你，一定是你耽误了手术。你们赶快签字，别耽误我动手术。妈，现在知道叫妈了，早干嘛去了？你们再不签字，蔡妈就真的救不回来了。我妈身子骨最严了，去年她还能扛着20斤的大米上楼，怎么会？都是你让我妈去转院，是你害死了我妈，都怪你！我后悔了！换大夫给我妈做手术！换大夫给我妈做手术啊！刚才是你们兄弟2人说的，是给我妈做手术的。我要换大夫，我美云和蔡淑芬的手术大夫，我要换回来！你们在闹什么？吵什么吵？大夫，我求求你了，我们要换大夫，不能让他给我妈做手术啊！陈志国，里面躺的是我妈，你要是敢换大夫，咱俩就别过了。我没想到妈的脑梗这么严重，万一真有什么事儿，你们到底签不签字？我还要等着给蔡妈动手术呢。她要是会做手术，还需要出来给我们下什么病危通知书啊？牛子，我妈她对你不薄吧？啊，念书的钱都是我妈给的，你怎么就非要害死她呢？不行，来不及了，你看着让他们签字，我去给蔡妈做手术。哎，不能签！今天这个手术大夫不换，谁也不能进这个手术室的门。你们还说要换医生？你知道你们面前站的是谁吗？你们面前站的人是国医圣手安和安主任。要想你们妈活命的话，就赶紧把字签了。安和，你是说荆州市人民医院的主任安和？还能是哪个安和？赶紧把字签了。大哥，妞子，这是有啥了不得的身份？糊涂啊！你们知不知道安和是谁？在青海挂他一个号，那都是一号难求的人物啊！真的这么厉害吗？你以为呢？有安和在，只要咱们老陈家不干犯法的勾当，他都能护着我们。医生，我求求你，救救我妈吧！我不敢得罪我婆婆，我求求你让安和救救我妈吧！求你救救我妈吧！我不该送走我婆婆，我求求你让安和救救我妈吧！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知道安和医生的身份，我不该跟他抢，让安和医生救救我妈吧！我早就说过，我不会给你抢任何东西，是你们觉得我会给你抢。手术一切顺利，蔡妈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何主任，我妈……蔡妈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好心，非要让我给你妈手术也做了。什么？你母亲王美云手术顺利，观察一段时间，过2天也可以出院了。谢谢。牛子姐，这回多亏了你了。是啊，安主任，这次要不是你，我妈和我婆婆这次恐怕……
你们兄弟俩别惹你妈生气啊，咋的都行。狗蛋儿、妞子，你们来了一段时间了，也该回去了。蔡妈，我们两个有要事要忙啊，先回去一段时间。蔡妈，你好好休息。本来我们是想多陪陪你的。忙点好，忙点好。等啥时候工作忙完了，就来村里看看啊。蔡妈，我不想离开你。哎，又不是见不着了。等啥时候忙完了有空啊，就回来看看。哎，蔡妈，你好好休息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。妈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跟我回城里住。出啥事儿了？妈，我跟你说，这次治国可出息了。嫂子，咱不是说好了，咱妈就留在村里，不回城里了，这又咋了？这次别人帮我搭上了陈总的线儿，这环宇集团准备在咱们陈家村开展什么旅游项目，咱们村的地啊可老值钱了。真的假的？环宇那么大手笔？当然了。哎呀，说是要收购咱们村的宅基地，要改成什么旅游度假村。哎呀，我这次回来啊，就是准备把咱们这个地啊抓紧时间卖给他们。卖地？我不卖。妈，你怎么这么轴呢？啊，就算是之前您对我们有意见，但是现在你也不能抱着这房本跟地契他不撒手啊！村里的地咋可能卖？你狗蛋儿哥他都跟我说。哎呀妈，那可是环宇集团。这次地契跟房本啊，妈，您必须得给我。大哥，这是真的？不是一开始说翻修给钱吗？这咋又开始收地了？你不是集团内部的，你不懂。这次可是个机会啊！要是我能第一个把房本和地契卖给他们，说不准我能调到总公司上班呢。妈，这次你就当帮帮治国。他在分公司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有个升迁的机会，您就当帮帮治国吧。狗蛋儿不会把陈家村改成什么度假区，治国肯定是遇到骗子了。妈，这说不准是个机会。等大哥进了总公司，也能帮我们一把。不行啊！我不同意，这地我不卖。大哥，这样真的能行吗？咱要是真把地契拿走了，回头咱妈万一又生病了怎么办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等到这么一个机会，走。找到了。治国，你们这是被骗了呀！人那么大个公司，他能要咱的房子？给我！妈，您放心吧，这东西交上去了，我们肯定给你养老。不行啊，不能给呀！妈，人家上面都说了，只要把这个东西交上去，就相当于入股了度假村。你可别拦着我们的富贵路啊！哎呀，治国啊，
咱也不懂啊。人家大公司真的能收回，还能给我们分红？嗨，是啊，治国，你是咱们村唯一一个在那个什么环宇集团，你跟妹子说说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大家都放心吧。你们看看，我这不是让我妈也把地契给拿出来了吗？是啊，这环宇集团可是大公司，能不挣钱吗？哎，那你说说，这地收回去，他们还说分红了才能给钱，这有把握吗？这有什么好不好把握的？大娘，人家环宇集团还能跑了不成？哦，不能交，不能交啊！治国呀，你们是遇上骗子了，他们是在骗咱村的地呀！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狗蛋哥说了，公司根本就没有收地的事儿，你们就是被骗了。妈，这跟狗蛋哥有啥关系啊？你狗蛋哥就是环宇公司的。哎呀，妈，人家都说了要给大家伙翻新现在的房子，你说这稳赚不赔的买卖，你有什么好不乐意的？是啊，淑芬，你儿子不是在这个单位上班吗？这还能造假吗？妈，我看你就是太听信那个狗蛋哥的话了。妈，你还是别捣乱。能交啊，不能交啊！你们是遇上骗子了，你们是遇上骗子了呀！妈，这陈总可都答应了，这度假村的项目就交给治国负责，您就别添乱了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！治国，你妈不是说骗子吗？你看这中间是不是？这样啊，我给你们担保，怎么样？回头村里要是没有钱，你们啊，来找我。狗蛋哥，出事儿了！怎么了？陈家村有人冒充你的名义在收地，说是要建那个度假村。什么？咱们回去看看吧，万一蔡妈出事儿被骗了怎么办？前几天蔡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还在说集团收地的事儿，我还以为是她听错了。看来真的有人冒充环宇集团在收地呀！希望他们不要被骗。狗大哥，蔡妈2个儿子指不定就闹开了，咱们还是回去看一眼吧。好。吴秘书，马上给我们订最近一班飞机。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打着我的名义在陈家村搞事。走。治国呀，就听妈一句，你遇到的真是个骗子呀！妈，你怎么就非得拖我的后腿呢？你狗蛋哥就是环宇公司的老板。行了，妈，是他有些本事，我认。但是你说他是环宇集团的老板，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这治国呀，你就听妈一句吧。地契要是交出去，真的被骗走了，这老乡们可咋活呀？妈，你也太过分了！这么多年，哪一次不是你拦着治国进步？人不少啊，治国呀，村里收购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啊？陈总，就差几户没收了啊。不过你放心啊，这周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治国，我告诉你，只要这个事情你办得漂亮，我一定把你调到总公司。哎呦，你说你是陈建东？对呀，老太太，我就是环宇集团董事长陈建东。您有什么事情吗？骗子！陈建东是我家狗蛋儿，你个骗子！老太太，你认识陈建东？我当然认识，陈建东是我从小看大的，我咋能不认识？你妈，你怎么就非要捣乱呀？那个陈总啊，我妈她有点老糊涂了。陈志国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事情可该你表现了，千万不要让家属把你拖累了。
治国呀，他这人就是个骗子，你别信他，你别信他。妈，你疯了吗？啊！把咱妈带回去。走了吗？进去。待着吧你。开门呀！开门呀！开门呀！淑芬婶子，快别吵吵了。你家大儿子陈志国正在村口跟大老板交换地契呢，你的好日子呀还在后头呢。他们真给了？不行，我不能看着治国受骗干糊涂事儿啊！淑芬婶子，我看人家治国挺有本事的，你怎么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受骗？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啊！我要出去！好，得，婶子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们自己家的事啊，自己关上门解决吧。哎，别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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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治国，池诚没有啥大本事，但是妈知道啊，你们被骗了。你们等着啊！妈来了，来了啊！得亏啊，把老太太送回去。咱妈当了一辈子农民，你说她懂个啥呀？是啊，这老太太这么大年纪了，非要掺和咱们事儿。以后啊，还是让老太太住村里吧。她这样搅和，我们两家啥时候能有个出头的日子？蔡妈，蔡妈，你干啥上这么高？你慢点！别动！蔡妈，你这是要干啥？快领我到村口！他们有人要冒充你，要骗咱村的地呀！蔡妈，你没跟他们说我才是环宇的董事长？哎呀，他们不信我说的话呀！蔡妈，你这是要干啥？快领我去村口！他们有人要冒充你，要骗咱村的地呀！蔡妈，你没跟他们说我才是环宇的董事长？他们不信我说的话呀！不信？为啥不信？他们说我是个农村老太太，怎么可能认识环宇集团的董事长呢？这两个白眼狼，从前就看不起蔡妈，总感觉蔡妈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老太太。行了，走，我们去看看，到底是谁敢冒充我们环宇集团，算计到陈家村身上。志国，这回可真是出息了呀！是啊，志国，没想到咱们村第一个有出息的会是你。乡亲们，以后啊，咱们就准备跟着环宇集团一起过上好日子吧。老公，我就说，以后有啥事儿别跟咱妈说，这不耽误你了吗？治国，别给他地契！我倒要看看是谁在冒充我。你们，哎呀，别闹！这位可是环宇集团的陈建东陈总，他要来收购咱们村，给咱们建度假区呢。陈建东？你是陈建东，那我是谁？陈总，我真不知道这是你的地界呀！刘胖子，你假借我的名义骗取村民的土地，就准备在里面过完后半辈子吧。我错了，陈总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陈总，滚！我滚！真的是环宇集团的陈建东，陈总。原来他真的是个骗子。还好。治国，你们为什么总不相信妈呢？你们两个嫌弃蔡妈没文化没本事，但是你们知不知道，就是这样一个老太太，她用弯着的脊背搭建了我们多少人的前程。你们可知蔡妈为什么一直不想卖地？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守着我爸？她是不想你们忘本。
治国之城，我知道你们两个想摆脱农村人的影子，可是你们的狗蛋儿哥和牛子姐也是农村人，从来没有嫌弃自己的身份，也从来没有嫌弃我这个干妈呀。你们可知我当初为什么要按孝分钱，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人看明白、想清楚，咱们的根在这儿，有爹娘才有靠山。妈，妈，我错了，我当初要是听你的，就不会上那个骗子的当。蔡妈怕你们被骗，差点从房上掉下来。妈，是我不对，是我不对。蔡妈为啥被叫做孩子王？是因为当年她和干爹两人为我们这群孩子撑起了一片未来。之国，志成，不求你们有多孝顺，但是妈希望你们能当个好人，将来儿子能当个对村子、对国家有用的人。妈，这就是我奶奶蔡淑芬的故事。老太太用自己的一生告诉了所有子孙后代：望望西春晖，行行犹未归。陈家村也会永远铭记，曾经有一群老人用自己的弯下去的脊背点亮了无数人的前程。